乌军正在缓慢包围巴赫穆特，俄军拖而不决，并非上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瓦格纳的强悍的战斗力几乎被公认是俄罗斯军队的标杆，而普里格任的荣耀又离不开巴赫穆特，这是一座被称为绞肉机的战场。现在瓦格纳因为叛乱事件被撤出了乌克兰，而付出了几万生命打下的这座废墟城市交给了俄罗斯国防军。现在俄罗斯国防军面临着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因为巴赫穆特会不会丢掉，几乎就是验证俄军战斗力的标志。如果被瓦格纳雇佣兵通过血腥战斗攻下的小城，在俄军接防之后又丢掉了，那么几乎就等于实锤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无能。然而残酷的现实似乎就在证明瓦格纳的强悍，因为俄军已经丢掉了处于洼地的巴赫穆特城周边的所有高地。这里的2万俄军似乎处于乌军的半包围之下，因为其后勤补给线正面临着被乌军炮火封锁的情况。7月下旬，瓦格纳雇佣军于去年12月占领的克里什奇夫卡镇重新回到了乌军手中，而这里位于巴赫穆特以南约16公里处。自此，乌军已经确立了在巴赫穆特战场的部分优势，它可以切断通往巴赫穆特南部的补给线。过去1周，乌军号称解放了2平方公里的土地，进一步确立了战场优势。巴赫穆特战役到底是谁的绞肉机，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对俄罗斯来说，巴赫穆特是一个象征，证明克里姆林宫仍然能够赢得对乌战争。瓦格纳声称让7万多乌军士兵丧命于此。然而乌克兰方面则说，巴赫穆特是一个让俄罗斯军队流血的机会。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于6月4日开始反攻之前，瓦格纳已经耗尽其战斗力。从地理条件上看，如果俄罗斯能够把巴赫穆特当成是打消耗战的主战场，那么对乌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里距离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更近。遗憾的是，乌克兰人一直在把巴赫穆特之战当成是一场事关国家生存的荣誉之战，包括其第3、第5突击旅以及第22和第28机械化旅在内的乌克兰部队不断在巴赫穆特以南的田野和林间进行反击。乌克兰人不攻击巴赫穆特城市的废墟，而是优先攻击城市周围的高地，以获取更大的战场优势。一位俄罗斯博主称，敌人设法占领了相邻的不同高地，并从那里组织了反坦克系统和狙击小组的火力，以支援他们前进的步兵和装备。激战已经持续了多日，敌方侦察和打击无人机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近，俄罗斯军队从安德里夫卡撤退，而乌克兰第57摩托化旅一直在巴赫穆特的正面推进，目标是从北部进入该市的主要道路，这是该城最后的一条补给线。现在呢，已经受到了乌克兰炮火的威胁。今天早些时候，乌克兰人在保卫巴赫穆特的过程中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当攻击者切断一座城市所有可行的补给线时，该城的战斗实际上就结束了。如果俄罗斯国防部要打政治仗，那么巴赫穆特就会成为一个长期流血的伤口。如果俄军要打军事仗，那么也有2个选择：一是加大在巴赫穆特的赌注，通过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行动收复城市周边的高地，以确保几条后勤补给线不受威胁。第二，就是如果没有能力攻击这些高地，那么还可以选择从巴赫穆特撤出。巴赫穆特之战已经持续了1年多了，现在考验俄罗斯军队的时候到了，因为普里格任正在看国防部的笑话呢。俄军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值得人们关注。